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停止学习，马上赚钱。成长最快的方式就是研究赚钱。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成长呢就是不断的学习、看书、理论，然后呢把自己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的理论知识，然后就能够变强。但现实是你学了10年，可能都不如别人赚钱赚的1年多。当然我不是说学习没有用，而是说学什么比学多少更加的重要。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学的东西不能够产生变现的东西，那么只能够证明你在用勤奋麻痹自己。因为学习和赚钱它是两码事儿，学习是输入，知道吗？赚钱是输出。学习呢是吸收，然后赚钱呢是给予。学习是你的信息的消费者，赚钱呢是你信息的生产者。如果说你现在你兜里连几万块钱都掏不出来，现在我劝你立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多听几遍我接下来讲的这几句话。我会明确的告诉你为什么别人在赚钱，而你却不能赚钱，让你清晰的去看透你和别人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耐心听，并且呢能够迅速教会你如何弥补你现在的差距。赚不到钱的时候多看几遍，好吧？第一，要赚钱最快的方式它就是试错。王思聪的爸爸有一句名言，他是这样讲的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对吧？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在拼命的学习，却从来没有胆量把他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践当中去试错结果呢就是越学越穷，越穷越学。我举个例子一个985和211的文学一个硕士生，他天天去研究什么古诗词的经典名言名句，但是呢从来不去思考怎么靠写作去赚钱。最后呢他也只能够去当一个普通的编剧，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然后你反过来再看，抖音上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婉婉教小白学直播的表现能力的，赚的已经是盆满钵满了，身价都1000万了。所以你看压根儿就不是上课培训什么学习没有用，而是说不能够学以致用，这才是关键，对吧？赚钱这个过程呢，它是逼着你去学习市场，了解人性，学习商业，这些呢才能够真正让它变成你想要的东西。第二，研究赚钱，它能够倒逼着你自己成长。心理学上有一种概念叫做成长性的思维，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有句话叫做凡事发生皆因有利于我这句话呢，它的本质就是认知上的成长性的思维。假设你现在被你朋友骗了，不管骗了多少钱，那么从这件事当中你学到了什么是自己的判断力不足呢，还是说你太信任别人那么行动上的成长性的思维就是以目标为导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精进的进取。比如说你现在想去做短视频赚钱，对吧？但是呢你发现你的视频没有人看，那么呢你就会要去研究它的算法剪辑流量规则还有文案和选题。如果说你想做电商但是我的货呢就是卖不动，你就要去学会研究这个选品、流量运营和转化率等等，用户需求，甚至说呢你的美工，这些都是倒逼着你学会赚钱的本领。那么赚钱的过程呢，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面对问题，解决各种的问题，而你每一次解决的问题呢，都会比之前比昨天呢更强就可以了。第三，赚钱能不能让你看清更多商业的真相呢？很多人他都是空学了一大部分的理论知识，但是对于认知上面的方面还是错的。但是呢比如说很多人他相信然后呢努力他就能够成功，但是现实呢却是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100倍甚至1000倍你以为学历能够决定你的收入，但是现实的商业素质和执行力才是赚钱的关键。你看，比如说有一个程序员他只会敲代码写代码，一个月的收入有2-3万，你感觉应该非常高了，对吧？但是有的程序员他就会去研究我怎么去接外包，怎么去做我的产品，怎么去做直播做营销，可能早就他就年入100万了那么差别在哪儿呢？前者是打工思维一直在循环，后者是利用商业思维做破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赚钱的本质不是你会做什么，而是你是否能够满足这个付款者的需求啊，技能加上这个商业的思维，它就是一个王炸。那么我们普通人要怎么样才能够用赚钱的思维加速自己的成长呢？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我给大家说5个重点，仔细听。第一，从小处下手，不需要你去辞职，也不需要你有几万、10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也不需要你有完美的计划，就从已经现在当下有的东西开始。你有技能，你就去卖服务、卖产品，比如说你会写文章，对不对？那么你就去结合市场所需要的要求去写带货的内容啊，或者说你去写那些网红大 V 提供的文案代写，对吧？你要是没有技能，你就去出卖自己的时间，比方说用某鱼上面一些东西去倒腾一些二手货，再或者去帮你的邻居喂个猫喂个狗，再或者说在本地的旅游单子上呢去接一些外地的游客。你可别小瞧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在积攒，而且呢不仅是积攒你的人脉，每一次的行动都是在积攒你自己的商业能力。第三，如果说你要是有兴趣，你还可以拿你的兴趣呢去做变现。你喜欢看小说，你喜欢追剧，那么你去拍视频去分享这些狗血的剧情。你喜欢看书，你就写一些写书的这个心得啊，然后呢，而且这样既能够涨粉丝，还能够接广告去变现，或者说去带货，对吧？你喜欢打游戏，你就做直播陪玩代练，或者说帮人上分，那不都可以吗？这全部都是零成本的东西啊。第二个也是重点，学直接能够变现的技能。你想要赚到钱，那么你就要学一些货真价实的，你别去学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东西，因为那压根儿你就赚不到钱。什么能变现你就干什么，你就学什么，你别管它3块、5块、8块、10块的。我直播间连麦的时候，有一个做手织品的姐，大家还记得吗？他从某鱼上是卖自己的那个手织的制作的一个产品，赚到了第一个10块钱开始呢，他现在慢慢学会了营销、产品设计、供应链，还学会了管理。前几天我还特意跟他聊了聊天，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团队，不多，就3个人啊，一个月最高的时候净利润能到10几万呢。他从来都没有学过什么商学院啊等等，他甚至连大学都没有读过，但是他的实战经验比很多的博士生还要更加的硬核。所以在你存款没有到达100万之前，我们都要拒绝所有和生存无关的个人提升，比如说什么护肤啊、美容啊、跳舞啊、恋爱技巧啊，全都滚蛋吧！这些都是生活技能，对你搞钱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是呢，演讲啊、销售、营销、自媒体这些你学了就能够直接产生变现。所以你看哲学书都不如你去看看营销心理学，你学历史就不如多学学商业思维。想赚钱，学习更加容易变现的技能，其他的呢，得到了之后再说。第三个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去测试市场嘛，你不要做一个完美主义者，不要等到所有东西都完美了再去行动。有了赚钱的想法就要快速的执行，抓紧去抢钱。先做简单的东西去试试水嘛，对吧？比如说你想开店，花个500块钱去进货，摆摊测人流。你想要做咨询，你可以以先最低价或者说免费去帮别人接几单，看看市场的反馈和结果，然后呢再做出调整，因为市场的反馈永远是大家最好的老师。第四，只向有结果的人去学习，多去研究那些已经赚到钱的人，而不是光去研究赚钱的理论。书中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呢，你更加应该是学的现实中的赢家，他们是怎么做的。想创业呢，你就去研究那些已经赚了100万的这种小老板，他们的经历比10年前出的教科书的那种经历还是绝对的实用的。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短视频，那么你就去拆解爆款的视频账号，而不是整天用那个脑子去听什么的网红速成课。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价值100万的一个成长公式一定要听好。成长路径等于什么？等于对标加模仿加复盘加迭代优化。第5个就是把学习就是当成逃避现实的借口，一定不要这样干。你想要赚100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去实战，赚到一个100块。很多人就之所以他沉迷学习，是因为他所谓的学习能够缓解他不赚钱的痛苦。然后呢，他有一种我感觉就是幻想当中的进步，
我以后肯定能感觉赚到大钱的这种幻想。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学习跟赚钱它是两码事。如果你所学的东西它不能够落地，不能够变现，那么你就是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学习是工具，不是目标。我不倡导学习什么无用论，爱学习的人绝对比不爱学习的人赚钱赚得更多。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多数的人把学习当成了逃避行动的借口，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所以呢永远在准备，永远不开始。我身边的人就是能赚到钱的人，就是学一点用一点，再学一点再用一点，然后一直这样循环下去。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答案才会开始，你只需要在实践当中想到下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解决方案，去针对性的学习有用的东西。那这样呢，就是你的1年的时间可能都超越了别人10年的时间。所以赚钱是这个世界上成长最快的一种方式。